这时，韩立真的怔住了，满面的愕然之色。这2个匣子，一个匣子内是我夫君的云霄心得和他收藏的炼器典籍，另一个则是我在阵法方面所有的心血和大量的阵法道书。我希望前辈能收下这些东西。听到辛如音这么一说，韩立心中一凛，望了2只玉匣一眼，就盯着辛如音，神色不变。辛姑娘这是何意？为何要将这些珍贵之极的东西给在下？有什么话，如音姑娘可以直接说。这些东西送给韩前辈，我只想要前辈一句承诺之言。什么承诺？韩立虽然隐隐猜到了对方的用意，但还是沉声问出了口。韩前辈若是有一天真能进入结丹期的话，我希望前辈可以替我夫妇灭了傅家一族，彻底让傅家从元武国消失掉。辛如音的声音如同万年玄冰一样寒冷，即使韩立听了，也被其中的恨意打了个冷战。韩立没有马上答应或者拒绝，而是紧皱眉头，低头不语，似乎在考虑其中的得失利弊。说心里话，韩立并不愿意答应此事，因为阵法和炼器之术对现在的他来说根本就是鸡肋一样的东西，除非结丹成功，否则根本没有时间研究这些东西。而且他也不愿平白招惹一个强大的修仙家族，更别说也没有这个能力。我知道这个要求对韩前辈来说很过分，但如音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戚大哥之所以会死在傅家手上，都是因为妾身引起的事端。若是此生我不为夫君报仇，如音就是死后也无颜在九泉之下与其相见。辛如音喃喃低声，话里充满了哀求之意。韩立听到此女说到死字，双眉不禁一挑，所以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猛然抬头盯着辛如音的面容仔细看了起来，这让辛如音怔了一下。你气色不对，让我把下脉。韩立说了一句大出辛如音意外的话来，但声音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口气。辛如音眼中闪过一丝异色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听话的伸出了一只玉腕。韩立不客气的2只手指搭在其上，然后一丝丝的灵气注入其内。半晌之后，韩立脸色有些难看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的经脉全都枯萎了，照这么下去，2年内就会丧命。妾身当然知道，我的身体自己还不清楚吗？我的体质是龙吟之质，男体错生女儿身。强行修真的话，寿命经脉会渐渐错位萎缩，能活到今天已是侥天之幸了。当初我费尽心机找到一份古方，自以为可以治愈此症，可是还是失败了，倒是白白浪费其他哥替我寻来的许多灵药。辛如音的面上露出了一些自嘲之色。没事的，小梅，可以早些和齐大哥在下面见面，我还求之不得呢。辛如音反而神色如常地安慰起身后的丫鬟来。看到这一幕，韩立的脸色柔和了下来，并且不知为何心中着实有些对其怜惜。但可惜辛如音的这种奇症，他同样束手无策，也只能看其以后香消玉殒。既然韩前辈知道此事，也应该明白如音是为何如此做了。虽然前辈现在只是筑基期的修士，但却是我和齐大哥唯一认识有可能帮我们报此仇的人。我不需要前辈发什么誓言，只要一个承诺而已，这样我才能安心的走掉。辛如音的神情恢复了正常，若无其事地重新提起了报仇的事情。韩立单手使劲揉了揉鼻子，大感左右为难，但凝神想了想，齐道友也是修仙家族的人吧？难道齐家不会帮其报仇？齐家？哼，他们只是元武国普通的家族，又怎么敢得罪傅家？何况齐大哥还是齐家逐出门户的外系弟子，他们就更不会关心此事了。而我一生所学，全部来自一位散修中无名阵法大师，但是这位奇人也逝世已久了。辛如音似乎明白韩立话里的意思，轻声将齐云霄和自己的来历略微交代了一下。听到这里，韩立心里默默无语，看来他还真是此女唯一的选择。
我可以给新姑娘一个承诺，不过只会在我能力足够的时候才会出手，这个机会可能一辈子都没有，你不后悔？这就够了，只要能给我个希望就可以了。妾身先多谢韩前辈了。辛如音听到韩丽答应了下来，不禁展颜一笑，顿时整个人显得娇艳无比。韩丽被对方的艳容震慑地呆了一会儿，随即摇了摇头，不客气地把袍袖往桌上一拂，2个匣子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被他收进了储物袋中。既然要1个月才能复原阵法，那我1个月后再来打扰新姑娘，如今先告辞了。韩丽起身不慌不忙，趁此间隙，她还真有些事情要处理。妾身恭送前辈。辛如音也没有多加挽留，恭敬地说道。于是韩丽带着驱魂从小山上御气飞出，再次往天星宗的坊室飞驰而去。1日之后，韩丽出现在了坊室的附近，并随手从储物袋中找出了斗篷，遮住了面孔，这才带着驱魂大摇大摆地进了坊室。走到坊室的街道上，韩丽望着人来人往的众多修士，心里惊讶之极。坊室内来买卖交易的修士人数，最起码是上次来此地所见的数倍之多，而且人人都一副急匆匆的样子，里面还有不少坊室内罕见的筑基期修士。韩丽在心里想了想后，眼中闪过了若有所思的神情，然后就将此事抛至脑后，直奔上次帮他炼制法器的那家店铺而去。他身上所有材料要炼制成合用的法器，好增加自身的实力。那家炼器的店铺仍然还在原处，甚至那面口气不小的招牌都一般无二地竖在那里。韩丽微微一笑，推门走了进去。进去后，店内的情形让韩丽轻皱了一下眉头。小小的店铺内竟然或坐或站有5、6人之多，这些人一见韩丽进来，都情不自禁地望了他一眼。韩丽见此，不客气地冷冷一扫，感应到韩丽筑基期修为，马上所有人都低下头去。这几人都是炼气期修士，自然不敢得罪这位前辈。但坐在椅子上一位相貌凶狠的汉子，毫不畏惧地直视着韩丽，同样也是筑基期修士，虽然只是初期水平，但不愿弱了自己的脸面。韩丽没有理会这些人，而是走到了正和其中2人交谈的店员，那名叫做大黑的壮汉跟前。徐店主在吗？前辈是。轻叹了一口气，韩丽将那对乌龙铎拿了出来，将其眼前一晃。炼制这对法器时，这位可是在旁边打下手，不可能认不出此物。原来是前辈啊，在下这就叫家师出来。壮汉眼睛一亮，果然认出了乌龙铎，顿时满脸堆笑，然后告罪一声，就匆匆忙忙往后院走去。见到韩丽竟是店主的熟人，其余几人都不禁愕然地互望了几眼，但也没谁敢上前不识趣地打搅韩丽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满头白发的徐掌柜从后面喜笑颜开地迎了出来。上一次韩丽可是给他留了不少的珍稀材料，自然让韩丽大受此老的欢迎。前辈又来本店了，这可真是小老儿的荣幸。前辈还是打算练气吗？徐老头寒暄了一下，就有些迫不及待，脸上满是期待的神情。韩丽淡淡一笑，故意忘了四周的其他修士。这位店主马上明白韩丽的用意，竟连叫糊涂，请韩丽到后院说话，并兴冲冲地抬腿就走。见此情景，别人不敢说什么，但那大汉却是不由得冷哼了一声。他也是来找此家店铺练气，可同为筑基期的修士，怎么对韩丽和对他的态度竟如此不同？这让他大为恼怒。听了大汉的冷哼，韩丽目光冷冷望了此人一眼。要知道死在韩丽手上的修士数量可着实不少，身上不知不觉带了那些普通修士没有的杀戮气息。这一眼让大汉如坠冰窟，通体冰寒，不禁大怒惧意。看到大汉的脸色一变，韩丽不再理会此人，而是带着驱魂一起走进了店铺的后院。此刻大汉则非常机灵地上前跟其他几人赔礼道歉，并找了个借口随便地解释了一番，以安息其他客人的不满。前辈是不是又带了什么材料来？
韩立看着老者如此急切的样子，淡淡笑了笑，随手从身上取出盛放材料的储物袋，将袋口对着地面轻轻一喷，顿时一片白光过后，那白蜘蛛和螳螂的材料堆得满地都是。这些是……徐店主低头就捡起了一只白蜘蛛的下肢，仔细地看了起来，脸上浮现出几丝疑惑之色。显然老者虽然是炼器高手，但对这罕见的奇虫还是不甚了解，因此即使看见了这些不凡材料，仍然是一头雾水。这些材料大半都是一头白蜘蛛妖兽身上的外壳和下肢，另一些则是一只巨大螳螂的前肢和翅膀。这两只都是4级妖兽，特别是后者更是4级顶级的妖兽，非常的厉害。我希望阁下能好好利用这些材料，得到它们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啊。4级妖兽身上的材料？要知道，平常不要说4级妖兽，就是2级以上的妖兽材料，此位都很少见到。是的，徐店主，但是这次炼制法器，我有些特殊的要求，希望阁下能够办到。只有做到了，这些材料才能交于你炼制。酬劳也是按照上次的老办法，你可以留下一部分材料当炼制法器的费用。前辈尽管放心，不管什么要求，小老儿绝对会照办。能亲手炼制这么顶级的材料，我此生总算没有白学炼器之道啊！真是好材料啊！徐店主轻轻地抚摸着螳螂的巨臂，眼中满是狂热的神色。见到对方流露出此种神情，韩立有点意外，但心里却越发的放心，就温和地冲着老者说道：我这次要求炼制的法器比较特殊，首先最好能将这蜘蛛下肢给我炼制成套使用的攻击法器，而那个螳螂……1个时辰之后，韩立和驱魂从这家炼器店铺走了出来。他和这家徐店主约好，让其先见见这些材料，好好构思下炼制的方法，等明日韩立再把材料送来，让其正式开始炼制。而现在韩立趁此机会到坊市上好好转一下，因为从老者的口中，他终于证实了心中所想，原来越国和2国修士惨遭大败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元武国。现在元武国无论是修仙家族还是散修，全部人心浮动，人人都有一种风雨将来的预感。因此众多修仙者纷纷涌到坊市，将许多难得一见的珍稀物品拿到坊市上交换自己急需的东西，以增加自身实力来应付这场大难。于是短短几天内，元武国各处的坊市就传出了一件接一件的珍品法器、丹药这些东西现世的消息，又招引了更多闻风而动的其他修士，才造成了所有坊市如此兴旺。有此良机在前，韩立自然不肯放过。